大家好，今天來介紹兩個 Obsidian 跟 PDF 相關的外掛，剛好一個是從筆記產生出 PDF 檔，一個是在 PDF 檔案裡面做筆記，剛好是一個讀一個寫的兩個外掛。首先第一個外掛叫做 Better Export PDF Plugin， 這個外掛是核心的 PDF 功能的擴充。這個 PDF 匯出的功能解決了大家長久以來對於 Obsidian 匯出 PDF 上面功能的一個詬病。首先它增加了頁首跟頁尾的功能，因此我们可以把筆記的檔名輸出在頁首的位置，然後在頁尾就可以指定頁碼，這個是標準的核心 PDF 原先沒有的功能。另外它也能夠保留筆記裡面的內部鏈接跳轉的功能，因此像 Dynamic TOC 這樣子的目錄的外掛也能夠完整的整合了，然後它也能夠產生 PDF 大綱的書籤，這樣子我們在看 PDF 的時候就能夠直接透過這個大綱書籤跳到需要的標題位置了。在產生 PDF 之前也會先呈現出預覽的對話窗，讓我們可以預先看到PDF 匯出以後的狀況。以下就先來看一下它的基本的操作。在安裝了 Better Export PDF 外掛以後，可以先到它的設定的畫面裡面來對它做一些基本的設定。找到 Better Export PDF 以後，進入選項設定的畫面，在這個地方就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來做一些設定，可以選擇需不需要顯示頁首，需不需要顯示頁尾，還有這個背景需不需要把它給列印出來，這些都可以自己來設定。接着在這個 Advanced 裡面就可以來指定頁首跟頁尾它的輸出的樣式。在這個頁首的部分會顯示出筆記的檔名，我在這邊加上了驚嘆號、減號、減號，結尾的地方加上了減號、減號，把它變成了是一個備註的形式，也就是我在頁首的部分不輸出檔名，而是改在頁尾的部分輸出檔名跟頁碼。首先我就是可以把上面頁首的 HTML 的標籤把它複製下來，然後把這個寬度改成 80VW， 也就是標題的寬度是視窗寬度的 80%， 然後頁碼的部分是 20%， 這個位置就是讓它能夠向右邊靠，同時跟邊界加上了20個 pixels 的距離。透過這樣子的設定以後呢，看一下出的樣式會是什麼樣子。找到這一篇可以看到在這邊加上了 Dynamic TOC， 因此它會把所有標題產生成目錄的格式。在這個右上角的點點點視窗裡面就可以找到 Better Export PDF， 點擊一下它就會出現它的預覽的畫面了。在輸出前呢，也還可以特別再指定需不需要顯示頁首、頁尾，如果都沒有問題的話，就可以直接點擊 Export， 把它產生到硬碟裡面。我先前已經產生過了，現在把它按4，把它取代掉。接着它就會進入 PDF 閱讀的模式了。閱讀的應用程式呢是使用瀏覽器來閱讀。首先來看一下這個大綱的部分，看到大綱目錄的部分它已經可以出現了。我點擊這個4，可以看到它就立刻移到了第4大段。在這個上面 Dynamic TOC 的部分，點擊一下這個5，它也可以直接跳轉到需要的位置。然後可以看到在頁尾的部分有加上了標題還有頁碼都已經出現了。這個頁首的部分就是因為剛剛把它變成是注解，它就沒有顯示了。這一個頁首頁尾的設定，各位就可以直接在設定裡面自己來做處理了。這個就是我們今天介紹的第一個 PDF 匯出的增強的外掛 Better Export 的 PDF。如果你經常需要匯出 PDF 檔的話，你可以考慮再使用 Commander 這個外掛，把匯出 PDF 這個功能加在右上角的 Tab Bar 上面。像我這邊我就加了一個 Tab Bar， 因此我直接點擊它，它就會立刻進入 Export to PDF 的預覽的畫面。原先的 PDF 功能呢，我也一樣保留在原來的這個地方，這個是原來核心 PDF 匯出的一個畫面。這個 Commander 就是只要進入設定，在社群外掛裡面找到 Commander， 在這邊進入它的設置畫面，再找到 Tab Bar， 接着再點擊是 Add Command， 然後找到要匯出的功能，就是這一個，點擊它，然後再給它一個圖示，這邊就輸入 File， 假設我用這個 File Plus 圖示，然後點擊 Save， 它就會增加在螢幕上面，增加在這一個最後面這一個就是我們剛剛加的這一個 PDF 的圖示。你可以移動它的位置，我現在移動到這一個位置，可以給它這個圖示給它指定一個顏色。假設我把它指定一個紅色，這個時候我們再回到編輯畫面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增加的新的圖示，點擊一下它就會進入匯出的預覽視窗了。這個是跟 Commander 整合的一個功能。那另外假設你使用 Anu Pushing 這個布景主題的話，因為它輸出的時候，它整個頁面的背景其實會變成是這個褐色的背景。如果你不想要讓它
出現這個背景的話，可以在你的自定的 CSS 裡面加上類似這樣子的一組設定，就可以把這個背景顏色改成是白色的，那就不會出現那個灰底的這個狀況哈。根據各位自己安裝的布景主題，可能會需要自己來做一些設定。接着我們來看一下 PDF++ 外掛。PDF++ 是 Obsidian 內建 PDF 檢視器的一個功能擴充。目前我沒有辦法在社群外掛裡面來安裝它，必須使用手動安裝或者是使用 BRAT。安裝完以後，進入它的設定畫面，進入 PDF++ 的設定畫面。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它的設定的選項實在非常非常多，因為它也擴充了直接寫出 PDF 的功能。可以說它的功能比以前大家常用的 Obsidian Annotator 可能更加的完整，也相对的比較複雜。今天就簡單的介紹一下跟 Highlight 相關的一些功能，就是你先把這個 Highlight 的功能都給啟用起來，另外可以自己來增加 Highlight 的顏色，它預設可能只有幾個顏色，可以自己用這個加號來新增新的顏色，都可以很方便的來自己設置。我們也再測試一下這個 Call Out 功能，把這個功能給啟用起來，然後到時候我們在用 Call Out 的語法的時候，在驚嘆號後面可以輸入 PDF， 到時候在驚嘆號 PDF 的 Call Out 區域，它就會使用 PDF 的樣式來呈現。來看一下這個 PDF 的基本的操作方法。檔案瀏覽器裡面找到你的 PDF 檔，先把你的 PDF 檔給打開，然後 PDF 檔打開了以後，再開啟這一個 PDF 的筆記，有了一個筆記叫做 test-pdf， 那透過這個筆記呢，來閱讀這一篇 PDF 檔。為了方便操作，可以把這個筆記拖拉到右邊的面板，讓這個筆記跟 PDF 呈現一左一右的狀況。到時候在閱讀這一個 PDF 的時候，就可以同步在右邊這一邊來做筆記。我隨便找一頁，我來測試一下給大家看。比如說我現在在這一頁，我有一個重點，我需要做 highlight， 因此我就可以把它給標示起來。假設我整段都標示，它這個標示顯示的區域在右邊這邊會有點問題，但是這個沒有關係，到時候它其實會是整段。我現在已經把它選取好了以後，就可以給它一個 highlight 的顏色，我使用紅色當做 highlight 的顏色，點擊一下，它會出現 link copy 的。這個時候，如果你在這邊點擊一下，你會發現它這邊並沒有 highlight 的顏色，因為我們必須要把剛剛複製起來的這個鏈接放到你的筆記裡面。假設我們把它加到最後面，接着按下 Ctrl+V， 把剛剛的 link 給貼上來。它就會使用引用的格式把它顯示出來。那只要貼上來以後，就會發現它這邊 highlight 的顏色就出現。再來操作一遍，假設我要對這一段來做 highlight， 然後使用紫色 copy 好了以後，再回到筆記這邊按下 Ctrl+V， 這個 highlight 的顏色就出現了。將來我們需要再重新回來閱讀這個筆記內容的時候，只要點擊下面的這一個鏈接，它就會自動跳回 highlight 的區域。這樣子對我們在閱讀 PDF 重點的時候，就可以很快的做位置的切換。剛剛跟 PDF 整合的方法就是只要把引用的語法改成 call out 的語法，就是加上中括號，裡面加上驚嘆號 PDF， 把這個內容給按一下 Enter， 這個時候它就會出現了它預設的 call out 的語法。這個 call out 的語法可以在後面再加上一個 pipe 指定顏色，比如說我要把它改成綠色，然後可以給它一個標題。綠色不能用，那我把它改成紅色好了，可以指定一個特定的顏色。這個就是很簡單的 PDF++ 的操作，它可以讓我們在閱讀 PDF 的時候很方便的來記錄這一些重點。它的操作界面其實是跟核心的 PDF 閱讀的功能其實是類似的，只是它增加了這個 highlight 的功能。然後在這個地方，這一個第一個下拉選單是說我們複製過來的格式是要用引用的格式，或是你只要一個鏈接的格式，或者是把它改成內嵌的格式，在這個地方可以選擇。第二個下拉選單就是貼過來的，它產生出來的一個超鏈接，它的格式是要用預設的標題，就是 title 跟頁碼，還是只要頁碼？假設我們把它這個地方改成頁碼，然後再找另外一段區域來做標示，這一塊區域標示好，選擇這個綠色，然後再回到筆記裡面，再把它按 Ctrl+V 貼上來。這個時候它會變綠色，你可以看到它這邊這個超鏈接變成是頁碼而已，而沒有帶這個標題的名稱。這個在第二個下拉選單都可以來做控制。第三個呢，就是你是不是要把它改成是能夠直接寫出 PDF 檔的一個功能。如果你開啟了以後，
這個時候假設我們再來標示另外一段，我選擇這個藍色，它其實就會把你整個 PDF 檔的整個內容就寫出一個新的 PDF 檔。你在另外的 PDF 檢視程式來開啟這個 PDF 檔的時候，你會發現這一些顏色其實都已經加在 PDF 檔裡面了，因為這個就是直接啟動了這個寫入的功能的。它的選項裡面你會發現它有關於寫出的部分的設定也有非常多的設定，這個就請各位有需要經常閱讀 PDF 來做筆記的朋友自行再去做研究了。以上就是今天介紹的這兩個 PDF 的外掛，希望今天介紹的兩個外掛對於各位在操作 Obsidian PDF 的功能能夠有一些加強。如果你覺得我介紹的知識對於你在使用 Obsidian 上有幫助的話，也請各位記得訂閱、按讚、分享，這樣子才不會漏掉了將來以後新的介紹。今天介紹到這邊，謝謝各位。